朋友们，黄芪你还在直接用水泡着喝吗？其实这样并不能把它的营养价值彻底释放出来。今天在这里为大家分享一个黄芪的另类做法，可惜很多人都不知道，一起来看一看吧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鹏鹏美食坊。黄芪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材，同时它又被称之为补气之王。平时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用黄芪来泡水、煮粥、煲汤等等，这是因为黄芪当中具有非常高的营养成分。黄芪它主要成分含有多糖、黄酮类化合物、氨基酸、皂苷类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组成，所以黄芪是非常受欢迎的。今天咱们准备一把黄芪，大约在30克左右，当然也需要用水给它清洗一下。然而洗黄芪其实也有讲究，虽然说非常简单，但是洗黄芪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使用凉水。这是因为如果水温过高，可能在清洗过程当中可能会导致它当中的部分营养成分流失掉，并且清洗黄芪时间也不宜过久，控制在1分钟左右时间最好。因为洗的时间过久，也可能导致它当中的营养成分流失。所以洗黄芪说简单也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只需要把它表面的灰尘给洗掉就可以了。可以很明显的看见，清洗一小会儿，洗黄芪的水已经开始慢慢的变得浑浊，说明黄芪表面其实也有相当多的灰尘。洗好之后捞出，把它放入盘子中。接下来用手把黄芪给它扒拉开，尽量不要让它叠加在一起，这样有利于我们控干黄芪表面的水分。差不多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用厨房纸把黄芪表面的水分擦拭干净，因为纸巾它的吸水性特别强，很轻松就能把它表面的水分稀释掉。当然，如果时间充裕，你也可以把黄芪放在太阳底下来晾晒干，也是可以的。其实也没有那么麻烦，我们只需要把黄芪表面控制到不滴水就可以了，如视频中这样。不知道平时你们在使用黄芪的时候，有没有把它清洗过呢？我相信很多人都是直接来使用的吧。控干黄芪的水分以后，然后把它倒入一个干净无水的小碗中。接下来准备一瓶陈醋。众所周知，陈醋它味道特别的醇香，而且也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。因为陈醋它主要成分是乙酸、醋酸、氨基酸以及多种对我们有益的微量元素。当然，如果没有陈醋，也可以用家里面的这种香醋来代替。但是个人觉得这个香醋没有陈醋效果好哦。接下来把陈醋倒入黄芪中，直到将所有的黄芪浸泡为止，大约没过黄芪2公分左右即可。最后搅一搅，让叠加在一起的黄芪彻底分散开，这样有利于每一颗黄芪都均匀地吸收到陈醋汁。最后再用保鲜膜把它包裹起来，这样让黄芪和陈醋处于一个密封状态下来浸泡，
效果不仅仅会更好，还可以防止蟾蜍长期暴露在空气当中，导致挥发或者变质等等。当然，由于黄芪是根茎植物，特别的坚硬，因此在这里建议给它泡上3天时间左右哦，这样才能够让黄芪彻底的吸收蟾蜍。泡好以后，把黄芪端出来，打开保鲜膜的一瞬间，你会闻到特别浓郁的醋酸味道，以及淡淡的黄芪香味。用勺子盛出来看一看，可以非常明显的看见，经过浸泡，黄芪已经被泡得发胀，并且已经非常的软。泡之前黄芪特别的坚硬，而现在黄芪我们轻轻的就能把它撕开，说明泡的效果是非常的不错。而这样泡出来的黄芪用法也非常的简单，咱们只需要盛出一勺，放入水杯中，最后用水来冲泡就可以了。这里建议用50度到60度左右的温开水来冲泡就可以了。最后搅拌搅拌。当然，如果有朋友觉得喝起来有一点酸的话，那么你在泡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加入一些白糖来中和口感，那样喝起来会更好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如果你平时喜欢用黄芪来泡水喝，那么不妨把它用陈醋泡一泡，试一试这种方法。不要小看这种方法，虽然做法非常的简单，作用可一点都不简单。这可是老一辈们留下来的土方法，包含了他们的智慧和结晶。坚持这样喝，会给你带来大大的惊喜以及不同的发现哦。我也相信有很多朋友已经知道了陈醋泡黄芪的作用了，那么你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分享出来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们。我也相信还有很多的年轻朋友并不知晓它的作用，那么可以在网上搜一搜。朋友们，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制作不易，请用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，你的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，谢谢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拜拜。